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情感聊一谈的老师们，他们是谁呢？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张睿，希望每个人都能收获一段属于自己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所以好好生活，好好恋爱。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严品红，希望大家都有甜甜蜜蜜的爱情。大家好，我是雷鸣。爱情没有科学那么严肃，爱情很多时候是一时兴起的感觉，来了就抓住。大家好，我是曲伟。好的爱情是可以让人产生改变的动力，而不是被改造的压力。那我们今天的两组嘉宾，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来，我们请出两组嘉宾，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金先生44岁，来自内蒙古，个体；高女士44岁，来自河北，全职主妇。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结婚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的另一半了解你吗？他了解我啥呀？他觉得给我好的物质生活，我就应该幸福了、快乐了，并不是。我需要的是他天天的陪伴。他就是不知足，多少人羡慕他的生活，他根本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天天他也不回家，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一个小狗天天在那陪着我，这就是他口中的幸福啊！我天天在家守着他，钱大风能刮来吗？我天天累死累活的在外面干，他整天疑神疑鬼无理取闹，我不知道咋做他才能满意。哎呀，两个人都挺有情绪哈，这在一起多少年了？20多年了。那这咋都20多年了，现在开始闹关怀，闹什么陪伴不够了，怎么回事啊？就过的时间长了呗。我先说吧，我俩是这样的，2000年的时候认识的，是我先追的他。那时候长得瘦溜、精神，然后性格吧，我觉得也挺好的，一说一笑的，我就挺喜欢。处了5年了吧，这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儿嘛。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一个独生子女，然后像我奶呀、家里的姑什么的就说了，你俩岁数也差不多了，该结婚了，是不是？我就跟他商量了，他说行，都已经答应了。哦，我还挺高兴。那你结婚你是不是得穿得正式点啊？这就上街买衣服去了，就因为给他买衬衫，从来他都不穿，就不干了。我就不穿衬衫，我就要非得穿背心儿。谁也没规定一定结婚一定要穿衬衣，对吗？你看现在还犟的。那我可以举个中式婚礼不可以吗？我为什么一定要穿？你家中式婚礼穿背心儿啊？不是你俩办了婚礼了吧？办了，穿背心办的婚礼啊？没有，穿衬衫了。你听我说呀，这不就在商场里我俩就吵吵起来了。吵吵完，一老先生跑了，我就寻思回家了呗。回家了我找不着人了，我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寻思人哪去了？结婚多久啊？1个多月吧。完了就找不着人了，我就上车站了，上车站我也没找着。后来给他一个发小打电话，一问跑人家去了，我就去了，我就追去了。找不着你几天啊？就一天就让他给我抓着了，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对。那回来这婚也结了是吧？结了，完了回到他老家嘛，我自己去的，彩礼啥的我也都没要因为当时就相中他这个人了嘛，真爱上了，而且就已经在一起5年了是吧？啊，对，那时候已经在一起5年了，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看中他人了，我就寻思有没有彩礼都无所谓，你条件好不好也都无所谓，我就是要嫁给你就是你也不用说有钱没钱的，咱婚咱也结了是吧？结完婚以后对我还挺好。挺好，完了后期呢，就是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他就说咱俩不要孩子。为啥20多岁就说不要孩子呀？因为我从小嘛，其实就特别不听话，我妈一直跟着我操太大的心了，我就担心说我万一有个孩子跟我一样，我能不能活下去？那你也同意呀？后期吧，因为我父母身体都不好，全是糖尿病，我爸2003年的时候眼睛就看不着了。就一直是我们去照顾，后来一寻思，你说要个孩子吧，确实压力也大，照顾不过来。对，我也照顾不过来。说实话，确实我也不太喜欢孩子。然后这么的，我俩就达成一致了。我说也行，不要就不要。没要以后，完了这不就是相继的，就是我父母就全都不在了。走了以后，人生意就是做的越来越大了，天天的就开始不着家了。你爸妈身体不好，是你们俩共同照顾的吗？对。那你爸妈过世之后，你老公有没有更多的安抚你啊，陪伴你啊？
这个有，刚开始还挺好的，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挺抑郁的。然后他呢还能带我出去旅游啊，就上哪儿去吃饭呢，他都能带着我。刚开始确实是挺好的，但是慢慢的就没有了。但就是爸妈都过世之后，你俩也还是决定丁克。对。我当时我是有想法的，我说现在2个老的都没有了，我说咱俩也轻松了，要个孩子吧。完了那时候他正是事业上升期，他就不想要。我说那我再挣2年钱，但是他事业慢慢一点好了，我就天天你看不着他人影，天天在外边喝酒，天天应付客户，甚至第2天早起他才回家。就有一天我晚上我发烧发高烧啊，我那么给他打电话，我打1宿电话，我找不着人，家里还没有药，干啥去了？1宿不接电话？其实啊，这话应该是从头说。我最初呢是应酬呢是带着他，但是他不喜欢。甲方是最难伺候，他今天可以跟你喝酒，他让你喝多些，你就得喝多些。其实我就是喝完以后吐，吐完以后再喝，喝完以后再喝。我有很多次都是电话都是不知道哪去了。是你应酬去了，你是喝酒去了，我能理解。你第2天早起你回来了，你看着我发烧了，问我你为啥不找120呢？我说我也没有到死了的地步，我就是发个烧，我就是找不着你人，对吧？你第2天早起回来了，你给我买点药，你说你给我倒个水，是不是也可以？然后呢就说我也喝多了，你不没事吗？倒头就睡了。我就说他什么呢？我就觉得是不是结完婚男的就要变？我就跟你说，老师，这是你生病，就是哪怕你在家里哈没事说你做这个菜呀，你整个啥，说你切着手了，或者你碰着哪儿了，我哎呀一声，人家都不带说上你跟前来的，撑死一说你干啥呢？你咋不小心点呢？你干啥吃的呀？其实不是那样的，因为我家是敞开式的厨房，我就能看着他做饭。他说哎呀一下，我问他咋的了啊？我磕一下腿，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女生到底是。他这种情况他是想要什么，我不是特别理解，因为我是个挺糙的一个人，不是说心思特别细腻的人，我只能说我说没事吧，有事没事你不知道啊，你不会看看啊，就下一句话我想表达的我都已经。他的过度反应是因为前面已经有前因了，长时间积累下来的这种情绪才会有过度反应的。不是因为就这一件事儿，我们在跟你讲的是，就是你们结婚之后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你会给他积累一下那么大的情绪。女生是一直不工作吗？我一直在照顾我父母，然后就一直也没有工作。父亲母亲是哪年过世的呀？我父亲是11年没的，然后母亲是14年。那也10年了嘛，是吧？这10年你都没有上班？没有，就是因为本身他忙，我吧没事了，他回家的时候吧，给他做个饭了，洗个衣服了，收拾个屋子了什么的，你也没有孩子啊，然后那个时候你才3、4岁。对呀，对呀，完全可以上班。他有心脏病啊，对，而且是特别严重的那种先天性的心脏病。那可以上一些相对轻松的呀，兼职啊。就是他也不同意我去上班，不是，就是要和社会接触嘛。那听起来这10年他是没有和社会接触的，是吧？可以这么说吧。那这个先生呢，他不是自己做生意，那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你要太太没有工作，你说呢？为了让太太接触一下这个社会，分散一下注意力，心情愉快一点，你多带带他，多陪陪他呀。最初我弄公司，我一直在带着他，那不挺好的吗？但是他不喜欢。你说我怎么陪他去？一整到大天亮。对吧？你说我能受了吗？我根本本身我这身体就不好，而且就是说他有些什么事儿，他承诺你的，他都做不到。我妈刚去世那时候，本身心情就不好，他就是想带我去旅游嘛，就答应我上西安了。哎，我寻思挺好的，哎，结果等到头一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媳妇儿晚上聚会，那个来呀。我说我干啥去啊？我说你不说明天上西安吗？带我。我说怎么又吃饭去了呢？我说那你喝多了，明天还能去了吗？我忘了。我说你说好的，你答应我的，完了回来你忘了，完硬给我拽到饭局上去了，拽到饭局去还抻着我撸脸的，我撂脸的了，对客户又这么的那么的了，那我有啥心情去给你陪客户去我呀？我这是跟你解释过了，应该是半个月之前，我还特意告诉他，我说我刚创业，可能一天需要接100个电话或者几百个电话，回几千条信息，我说我可能会不记得。你要在头1天或者2天，你告诉我，你答应我去旅游的时间是几号几号，咱是几点走，才应该是我就考验你能不能想起来。我不是在考验你，而是说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的，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就应该放在心里。老师，这不就属于他没把我放心里吗？几年前的事了吧？对，就翻不过篇了。听下来之后，你的对他的吐槽就是，他结婚之后就对你越来越不关心了。
对，所以你们之间还有其他的什么事儿吗？就比如说，有，就是说客户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跟甲方约吃饭，是个经理跟我对接，在6点半吧吃饭的时候，8点半这个客户就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他就走了。结果我就回家了。我刚上楼，我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客户经理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下来，如果今天咱俩把这个事儿都对好了，明天上午10点咱就要签合同，因为这个合同其实对我的利润来说特别可观。”我就跟他说：“我说客户已经到咱家楼下了，我说我需要跟下去再对接一下。”不行，你不能去。我说人家都到咱家了，对吧？如果说今天谈好了，明天就给你签合同了，不行。我说那不行，你不放心，你跟我一起下去，我带着你。啊，不去啊！你们那个刚谈完，刚吃完饭喝完酒，完了都几点了，我还跟你去，都已经快11点了。我就寻思你都谈了1宿了，你还没谈完，还谈啥呀？所以你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是对你不好，我也是曾经都带着你，希望你共同参与一些我的生意，参与一下社会的这个生活。是你不喜欢不接受，而且你还老给我搞砸一些事儿，是这意思吧？对对，而我下去了，我没管他，大概1个多小时吧。你经理告诉我说明天10点签约，我上来了，发现人没了，东西衣服也都没有了。为啥呀？他答应我，他就下去半个小时，结果他1个多小时他都没回来，我为啥要在家等他呀？他不是谈工作吗？又不是他不理解，我没觉得跑了，怎么着找了没？我就开始打电话，我认识的，带他认识的，还有他的朋友，还有我们共同的朋友，打到2点多了，应该是。在她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老家的一个闺蜜找着了，对，她从我们现在居住地到她老家的需要开车最少2个小时，因为当天晚上我也喝酒了，我就开始找代驾，代驾拉着我2个多小时到她家，到她家就应该是5点，早起5点了，5点敲开门以后呢，我劝了有1个多小时吧，好，跟我回家，代驾又拉着我将近3个小时到的我们现在的居住地。到家已经9点了，因为10点我马上就要签约。为什么那么着急啊？他提出任何要求，我都要答应，因为不答应我就知道我会这个信用就没有了，因为答应10点签约了嘛。我说你赶紧睡觉吧，这一宿你也没睡，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他争吵。他睡觉了，我开始洗脸刷洗澡去签合同。签完合同中午呢有个什么吃个饭呢，然后等着说送甲方走。我到家已经晚上6点了。我就合着这24小时根本就没合过，我要睡觉啊，我还没消气呢。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在19年的婚姻当中是孤立呢，还是经常发生？不是偶尔，就类似事件一直有，一直有。他就是澳门新葡京娱乐城998860.com，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超高赔率，永不枯燥，每天数百万奖金池，轻松爆，一次旋转，暴富人生，立即加入，迎接你的幸运爆奖时刻。澳门新葡京娱乐城998860.com，一吵架要么就走了。所以他的这种态度会不会影响你对于要不要孩子的判断？其实他的任何态度，我是坚定不会要孩子的。这个先生坚决不要孩子。那如果太太说我就希望有个孩子，有个寄托，能让咱们家庭更稳定，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我还是坚定不要孩子，因为有我主观的原因啊，因为我不喜欢。2呢，我俩都45岁了。3呢，是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现在所有挣的钱，每1个月会计给我报的账1式2份，发到我这儿，发到他一份，然后把所有的钱全打到他那儿。他就觉得他给我钱了，我心里吧我就能有安全感了。那你觉得他还欠缺什么？你就跟他说。不是，首先你得认可这一点是做的对的啊，然后你再提出你的需求。这一点吧，他做的确实是没有毛病，因为我的思想观念，我想的也是家汉穿衣吃饭，对吧？他对我这样是应该的。2一个就是我为什么对他一直我就不放心，因为他这个人吧，他没有什么就是那叫怎么说，就没有什么控制力，他不懂得拒绝。你看，因为当初我追他就挺容易，我就把他追到了吧。哎，有一次啊，那是我回老家了，他一个朋友开个小酒吧。他去给人捧场去了。第2天我回来的时候，就上那酒吧去了那个他那朋友他妈吧，就跟我关系特别好。完了还看着个小姑娘，我说那谁呀？我他妈说那个啊，我儿子处的对象。这么唠起这个话题就说啥？哎呀，昨天你家小金子来了，这小姑娘我一点不稀罕。我咋对象？第2呢，有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可别说那个。如果说这个事儿能让他妈都看出的事儿，如果我有这心，我会在这干吗？第3点，社交礼仪我是懂的。
他可能就挎着，他说，但是我后来给他扒拉开时候，他妈没看见，但是我跟他解释，他不信。其实后期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也就是怎么说呢，毕竟他那个小对象，他后来他也不处了，跟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也就无所谓了。但是你知道，他这2年吧，越来越大男子主义，而且还有点什么呢？我就感觉他有点就是那个中年叛逆，你让他干啥？他从来不带按照你的想法去干，以前都按照你的想法干啊。对呀，其实他以前他挺依赖我的啊，我也挺享受他这种依赖，因为我在家不就是伺候他的吗？现在呢不的了，你让他往东，他准得往西，但是我说的都是为他好。就现在大男子主义到什么程度？之前领我去应酬，跟他去了，不是你这个说的不对了，就是那个你快点闭嘴吧，就要不就像这样似的，小脖一梗啊。就是对你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大男子主义，就只在外边显示他有多强势。哎，这个家我挣钱，你就得听我的，你就不能说话。你怎么就这么歪呢？你怎么不说实话呢？我怎么不说实话了？我领他出去请客户吃饭，我说你跟我去吧，也是在谈签合同的这个路上，就因为3万块钱，我想再争取一下，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没毛病。说他怎么了？他呀，那不行，你这个买卖干不了，我们可干不了啊！你该找谁找谁去。我跟了1个星期，我陪人整1个星期。哎，我就觉得那个人他就是不靠谱，我就觉得他就不一定说这个合同咱就能签好。我就觉得有时候女人看的东西要比你男人看的透彻，对不对？那我就说句话怎么的了？不知道是不是能看透彻，反正这事儿讲黄了呗。那你为什么不能私下告诉他呢？他不会，因为他觉得我越来越大男子主义了，他越来越受气了。对。他越来越不被重视。他不光是因为跟谈客户，他这么对待我，就是说平时跟一些朋友，他也这样。比如上我家吃个饭了啥的了，哎，就尽量你就别说话，你说哪坎儿都不对。你说去年我俩那个结婚纪念日，我跟他说了，我说明天咱俩结婚纪念日了。哎呀，那个我忙忘了啊，行，我知道了。知道完我寻思第2天咋不给我买点啥回来吗？啥也没有。完了就告我走吧，出去吃饭吧。就约了几个朋友去吃饭去了，你知道吧？到那儿了吃饭了，完了这些朋友吧了解我们，完了人就说了，说大哥呀，说你看今天你俩结婚纪念日，你是不是得跟我大嫂说点啥？我大嫂这些年也不容易，人老先生整句啥？说啥呀？她嫁给我不幸福吗？有几个能有她这享福的？我当时是开玩笑，因为都是我们10年的朋友。不解释了啊，这家里边这样的事儿听起来越来越多，这1年哈。对，是因为都44、45岁，我们也探讨一下啊，这是不是你看年轻的时候没有孩子，大家都有各自的事儿，什么照顾父母啊，自己的事业啊，到了中年，尤其是女性没孩子、没事业、没工作的时候，这家里是不是就会由于丁克产生一些危机呢？哎，你们这对夫妻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他们2个结婚这么多年，家里面没孩子，其实也是一个他们婚姻问题的因素吧。另外呢，听这个大哥说了这么多，大哥付出的是挺多的，也是挺为家着想的，但是他在这个表达感情的方式上确实是有所欠缺。如果说他能够把他的感情不说完整的吧，能表达出70%，让这位大姐知道，我想这位大姐也不会说她没有安全感。妻子，你这老公挺会分析哈。如果他能像这位大哥那么努力就行了。我们2个孩子到现在还是，哎呀，工作还不稳定。其实大姐，我跟你说啊，其实你的老公挺不错了。既然老公这么坚持，然后不要这个孩子，想做丁克嘞，你呢，反正身体啊，咱们身体本身就不好，有这个心脏病，就想开一点。反正钱在我手里，那我就约着小姐妹儿或者是闺蜜哈，出去逛逛街呀，做做指甲，做做美容啊，打发时间，是不是？你还觉得这样挺轻松自由的，所以你看这家家有本难念经。我还羡慕你们的这个生活。哎，没孩子的觉得有苦恼，有孩子觉得也有苦恼。老师们怎么看眼下这个家庭的问题？有什么建议吗？首先我觉得就丁克这个想法呢，我们大家没有任何的偏见，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个丁克的问题会造成自己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压力，这种社会上的压力有的时候是无形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养老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我相信2位也会在这个问题上，在心里也会有一些纠结。所以说我拼命挣钱是为了什么？还有我们说到的第3点，就是我们的亲情体验这一点。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挺关键的。对，至少我给我父母很好的一种亲情体验，这是我做到的一点啊。当然我不是一个传统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非传统的人，我是2者之间的一个人。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孩子是有孩子的幸福的，
对，所以我觉得对，这没毛病。对，这句话呢是受用于屏幕前的观众啊，让他们在这方面可能多去思考一些。还有，我觉得你老公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边界感的人，因为他就算他没有，他被你下有了，你相信这一点？这么多年了，培养出来这种精神，他已经绷着那根弦了，这根弦你适当的帮他放一放，你们两个还会很幸福的。哎呀，你这老公还是真的很体贴，很在意你的啊！就背着纸上来的，你知道吗？了解你，知道你会哭的。张瑞老师说了一个亲情体验啊，这个词学到了。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有趣的一个东西，将来得好好研究一下。我们做子女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想过还要给父母提供一个亲情体验这个事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吗？生孩子是我们人类在对抗个体孤岛化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孤岛，就每个人是个小岛，我们之间是不连接的。然后通过什么连接呢？通过血缘关系，通过朋友的关系、社交关系、婚姻关系，相互之间连接。如果没有这些关系，我们就永远是一个孤岛。那孤岛就势必带来孤独。人啊，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他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变得孤岛化的。先生可能一直说，哎，我不喜欢孩子，因为你看到的是我为了孩子我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然后呢，你同时你又不需要孩子给予你的所谓的亲情的体验，因为你本身是一个社会化的人。但你有没有发现，你妻子现在事实上是在慢慢的孤岛化？为什么？因为他父母没了。然后他同时他又没有孩子，也没有其他一条必然纽带。我们所说的这种孤岛化的纽带有必然纽带和非必然纽带。必然纽带就是血缘，他没有，一条都没有。人生在世，没有一个人必然要对他好。我们有个孩子，我们还知道人生我们还有一个我必然要对他好的人，他是不是必然会对我们好还真不一定，但是至少我知道我必然要对他好。你看我们的灵魂是有依托的，但是你们两个人是没有的。这就是你妻子现在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恐慌的来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我对于丁克了解比较多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有没有铁钉？有铁钉。有没有铁钉过得特别好的？有，但都是形影不离的。如果不是形影不离，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他们分分钟可以分开，因为你们只是婚姻关系，婚姻是个契约关系，它没有必然性。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你们两个人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你就算再耐心，你就算再爱他，但你始终没有办法共情到他，因为你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他已经丧失了一切的社会性，变成了孤岛，而你拥有全世界。你给你老婆的这些爱，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让他变得很痛苦。他这种痛苦不是从当下某一个瞬间就可以给你解释通的，也解释不通。但现实就放在面前，他现在很痛苦，他指责你是因为他只有你。如果你要我给方法的话，我唯一现在能给的方法就是，作为太太，我建议你重新回到社会当中，重新拾起你的社会性。你现在就当成你的丈夫和孩子不一定能陪你一辈子，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什么东西去对抗你的孤独性？你要找到你的爱好，你要找到你的朋友圈，你要找到你的事业，你要重拾你以前的梦想，你要把你青春的时候、年少的时候，甚至是照顾你父母而落下的你的青春重新捡回来，这才是你的未来。陆琪老师给的解决方案都非常的直接有效啊，所以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感困惑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陆琪老师感情生活中的困惑，就是我们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来找到陆琪老师，然后呢报出你是我们爱宝的粉丝的这个身份哈，我们会有这个新人礼送给大家。我从女性的角度跟先生说一下哈，我认为您没有能力做丁克。你说我怎么没有能力啊？我挣钱呀，对吧？我们养老不成问题，对吗？我也尽量的在给我老婆更愉快的生活呀。这是能成为丁克的能力吗？我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成为丁克夫妻的具有社会功能、社会价值的这一方，他要承担的可不是我通过社会价值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我们的生活，而是他得有足够的能力给我那个没有社会属性的伴侣提供情感价值。你能做到能为了自己伴侣的幸福，因为他没有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属性，我来创造足以让他觉得愉快舒适的情绪体验、生活体验给他吗？
我觉得你不能。我愿意带着他。你愿意不代表你有能力，我相信你愿意啊。我觉得你是个好丈夫。老婆一生气一叫你，你就赶紧跑回来，宁可24小时不睡，也得把这事儿先解决了，对吧？老婆跟你闹情绪，你一般都能接着，是不是？我觉得钱还全交给他，给他物质上的安全感，对吧？我觉得你是个好男人、好老公，我没否认你对家庭的付出，你这个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的这个身份。但我说的是，你没有足够的做丁克家庭的情绪价值提供的能力。找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链接，你们这个丁克家庭才能幸福美满的持续到你们真的能好好在一起养老那一天呀。天天鸡飞狗跳的不用养老，这回头都气出个好歹儿了。现在钱够了吗？这个不够。不是，我问一下你妻子。我觉得是够了。然后丈夫觉得不够，妻子觉得够了。那这事儿就关系到一个这个句号画在咱们人生哪个阶段的问题了。那好，两个人既然都是为了将来一块儿找地方手拉手养老，咱们定个时间吧，或者定个数多少够。然后妻子也有个盼头，丈夫也知道我什么时候该收山收手了。这个是咱们现在真正的分歧。我为什么一直开始几位跟您谈丁克的问题？我觉得这事儿没有必要谈，因为您心脏有严重的问题。今年45岁，我特别理解金老板拒绝让自己老婆玩命这事儿，所以咱不聊这事儿了。你们现在应该商量的是，什么时候老公你能回家管管我？商量的是什么时候咱们收山了，别通宵的喝了，咱是不是一块儿找个地方过悠闲的后半生？那时间点在哪，或者那数字在哪？回去你觉得不够，你说个数。然后我们取得一个共识，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高女士，别捣乱，面对客户的时候给个笑脸儿。这个其实我能做到，你知道吗，老师？哎呦，好几年您都没做到了。那家伙客户到楼下了，咱们通宵出去奔闺蜜家，24小时回来，自己睡够了，老公来回家了吧？来，咱俩开始吵。我们刚才问了，您丈夫说的原话是不是偶尔？他倒没说经常，他给您照顾着面子呢。我这样做我也是有原因的。是，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咱们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咱们更多乐趣，咱们家庭更多平和，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就是他失控了吗？当年他是被你控制的，追是你追的他，结婚的时候他不想接都跑了，你一天把人提溜回来了。当初他是受你控制的，对吧？现在不就是失控了吗？所以你控制他干嘛？你指望一45岁的男人被你还像当初那样控制，你觉得这个希望现实吗？反正钱都给你，咱自己找点乐子，先商量一数，商量一时间吧。高女士，想要孩子吗？想过，确实想过。想，能要吗？现在？那是肯定不可能了。哦，你现在要什么？我现在要的其实就是想让他多陪伴陪伴我，回家呢能有个话。您现在想要孩子吗？不想要，以后也不会想。不会想。好的，你是把目标分阶段了，对吧？但是他不是，他现在就想让你陪他。如果假设你能有孩子，并且有了孩子，我相信你们的矛盾会更多，因为你的要求也会更多。你不支持他的工作，即使他把钱都给到你，还是说我就要你的陪伴，我要你的时间。但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双输的一个局面。我们都彼此要走一步，不谈钱，谈当下。能不能去满足他的要求？比如一周你现在可能是3、4天在外面，对不对？能不能把这时间减少？真的那么多应酬是必须去的吗？真的是那么多的时间必须花在外面吗？就想当年你一宿没有睡，好，10点钟去签合同，一定要到6点钟才能回来吗？咱吃完中午饭能不能回来？因为那也是为你的身体，是吧？也为你们的感情，所以彼此看在感情的面上，别画一个鸿沟说你必须这样我才能那样，而是相向而行，彼此多迈一步，是不是？可以让他去工作，但给他支持和理解，可以多陪陪家里，没那么多在外面的应酬必须要去做的。所以40多岁了哈，也重新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吧，好不好？那我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也要找到适合这样生活的一种方式。